所以我们讲直升机基本上就没有逃生这么一说啊，除非你是作战用的直升机，然后把螺旋桨炸掉，然后人弹出去，或者是把人从侧面放出去，这个难度很大。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印度的一架直升机就是米17啊，从俄罗斯进口的发生了事故啊，就是1等事故，把这个在乘机的这些人员全部给摔了。关键是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印度的参谋长。参谋长这个职务可是非常高的呀，因为他是负责就是印军的这些作战训练，还有这个人员院校的培训呢，都是由这个参谋长负责的。那现在呢，由于这架飞机的失事，现在把印度的这个军队的参谋长给摔掉了。当然，他是从这个基地起飞之后呢，准备到一个就是印度的院校去发表演讲的。这个飞行时间应该是半小时啊，但是呢，就接近半小时的时候，在一个山区的时候，结果飞机不幸失事了。现在呢，有说是天气不好，反正这架飞机摔下来之后呢，就着火。那这样的话呢，机上的这个参谋长他夫人，还有一些随员包括机组人员，全部大概就因为飞机失事嘛，所以呢，就是机毁人亡了。那这件事情给外界带来什么影响呢？一个就是说，很多人说那这个参谋长在飞机失事中摔死了，会对印军有什么样影响呢？我们前面也介绍了，参谋长这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呀。他主要是负责作战计划，还有军队的培训，还有你人才培养的，这都是他负责的事情啊。那他关键是这个没有其他任何交代交接，他一下就飞机失事，他当然对他的整个的作战训练人员培养都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装备。有人说这个米17因为是俄罗斯造的，是不是性能不好啊？其实米17这个飞机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它特别适应在寒区，特别是零下几十度的情况下还能够正常的飞行，这个有很多飞机是做不到的，它不可能在这么寒冷的气候里边或者这么寒冷的情况下来飞行。但是这种飞机是可以的，因为本来大家可能会说印度是个南亚国家，没有那么冷吧？但是你不要忘了，它是在山区山区往往是冷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多的，比较恶劣的。所以呢，这个他选择了这样的飞机，而且它搭载的人员比较多，10几个人呢在上面。因为我过去坐这个军用飞机的时候坐过莫林，就是这个直升机，这个一般的是给主要领导人坐的就像英军他们坐都是主要领导人坐的，大概也能搭10几个人，它的安全性能非常好。还有呢，就是坐过像这个英国的叫海王这种直升机，我们就是海军代表团访问英国的时候就坐这种直升机，上的它的航空母舰。这个是个中型的直升机，其实这个直升机开起来的时候噪音很大，你这个讲话两个人聊天根本就没法聊，得大声喊都戴着那个头盔的。那这样的说呢，就是其实米17现在给摔掉到底是就是飞行员的操纵的问题，还是说飞机本身故障然后失控了，还是说因为气象不好的原因就是飞机又出现了故障，人员操纵又出现了事故，就是叠加之后呢把这架飞机摔了。这个现在呢还有待于印度去查明。其实这个参谋长呢已经不是第一次飞机失事了。他有一次坐直升机的时候就飞机刚拔地起来20米，一下就栽下来了。那么由于呢，它飞行的这个高度还比较低，20米嘛大家想一想，10层8层这个楼这么高，然后呢摔下来，那再加上刚起飞，所以呢他捡了一条命。那这次由于是在山区，气象又不好，所以呢它摔得比较重，就可能飞机出现什么呢？就是主螺旋桨在转的时候，就是飞机失控之后，尾桨啪啪啪就这么，飞行员没法操控了，就打转，就这样打转，一下栽下来了。这个姿势就侧着摔下来，它就油料嘛漏出来就起火，它是这样一个原因。我们讲那直升机为什么不能跳伞呢？就跟民航客机一样没法跳伞。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直升机主要是运输的，它拉人的，它不是说像战斗机的飞行员战斗机飞行员都有跳伞装置比如说这个情况不好比如说
这个英国的啊，他那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啊，一看飞机不能升空了，他一按按钮，这个座舱盖一个是爆掉就炸掉，还有一个就是向后掀起飞掉。然后呢，它底下这个座椅底下有一个就是像类似于咱们讲放鞭炮似的那个二踢脚啊，梆一下给它弹出去，就是你在原地也能给你崩出去30米的高度，保证你有一个张伞的过程。这个直升机跟它不一样，直升机的这个螺旋桨啊，它是在这个顶部，它是这样打的。那你想想，人要是这么出去，还不叫螺旋桨全给绞了呀？所以你必须把螺旋桨去掉，人才能弹出去，对吧？所以只有就是俄罗斯的Ka-52这种直升机，它是要这个并排的2个飞行员并排坐着。如果出现事故的时候，它要跳伞的时候呢，是先把螺旋桨啊，就是飞机顶上的这个螺旋桨先给炸掉，让它飞掉，没有螺旋桨了，然后呢，再把飞行员弹射出去，然后再张伞。你想想，这个难度没有经过培训的人，他能跳出去吗？你要是一般的人，你要把螺旋桨先给炸掉了之后，这个飞机那不就是个铁坨子往下垂吗？在这个过程中10几个人怎么可能逃得了呢？所以干脆就不要这样的设施了。所以我们讲直升机基本上就没有逃生这么一说啊，除非你是作战用的直升机，然后把螺旋桨炸掉，然后人弹出去，或者是把人从侧面啊放出去，这个难度很大。直升机包括客机啊，我们讲民航的客机，你给每个这个成员发一个降落伞，他会跳吗？就比如说飞机出了故障的时候，你给他推出去，他能张开伞吗？他会跳吗？啊，就是没有这样的时间啊来教他跳伞，也不可能男女老少啊都会给你背一个伞包，都让你去跳伞，所以基本上就不采取这种措施了。所以这次印度的直升机出事儿啊，也说明了，就是你坐直升机的时候，只能考虑就是直升机自身怎么安全，怎么保证它的可靠性啊，而不能说我要像这个作战飞机一样，给它弄个跳伞的装置，像俄罗斯那Ka-52一样，把这个螺旋桨给崩掉之后，再让这些人员跳伞，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讲呢，到目前为止，其实啊，直升机和客机啊，它基本上都不配备螺旋桨，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印度的国防参谋长啊，就是坐直升机失事，所以你只能从直升机的这个是否出现了故障、保养的怎么样，还有性能怎么样，还有飞行员驾驶技术怎么样，去找原因，去预防事故，而不能说要考虑给这个直升机或者客机配备这个伞包啊，就是让他们跳伞，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方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